喝点水吧。好了好了，该走了。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没事儿的，我让我妈先回去了。今天我来照顾你。哎呀，我这病啊，哎呀，这样拖下去啊，我宁可早一点了断。算了。说什么呢，爸？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多拖累你呀。你们这个年龄啊，应该是好好上课，好好恋爱。你看，上次，本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孩，你们说什么感情不合适？我知道，都是我这个病情恶化，还有那10万块钱。爸，10万块钱我会还上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咱们好好养病啊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心疼你呀，这么苦，还要打这么多份的工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放开我！干嘛呀你啊？我去跟他道歉去。道什么歉？你现在进去道歉去？你认识人家爸爸吗？啊？你知道人爸爸得什么病吗？啊？你知道徐晶晶跟那照他爸照多长时间了吗？你就瞎进去？道什么歉？道歉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他道歉去。我误会人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知道他有多难吗？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想清了，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去，哪怕他不理解我，我跪在那儿让他抽我嘴巴子也好，直到他理解我为止，直到他原谅我为止，我就要跟他道歉去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你进去给人跪下，然后抽死一嘴巴子自残，你不有毛病吗你？啊？你呀，听我的啊，冷静行不行？先冷静了好不好？你现在进去，你说你跟人说什么呀？啊？冷静了，冷静。该怎么办呀？你甭管怎么办，你先得冷静了，搞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脉，咱再说怎么办，好不好啊？冷静冷静，大不了明天再来，明天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行了，想清楚了，明天来，想清楚了啊，不着急啊。晶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我说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是，晶晶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接受道歉，放手！我不放手。晶晶，是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，我恨不能自己把我自己都抽一顿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要不你打我，骂我也行，但我求求你，千万别离开我好吗？磊磊，你先松手。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我这么怀疑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薛晶晶在你眼里就这么肮脏？不是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行吗？你有什么难处，你跟我说，咱们一块儿解决呀。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我怕你担心，我怕连累你。不是。我说，我爸得了很严重的肝病，医生说需要10万块钱的医疗费。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。我不知道我从哪儿能弄到这笔钱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跟别人相亲，就是为了拿到这笔彩礼钱，给我爸治病。后来婚礼吹了，人家让我还钱，
我还不出来，我只能自己拼命的赚钱，打工。不是，晶晶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啊。我要早知道你这么难的话，我肯定会想办法跟你一块儿解决，不是？对不起，晶晶，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爱你，晶晶，我真的爱你，特别的爱。咱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俩重新开始，不再有任何隔阂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就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好吗？来了，你爸怎么样？稳定一些了。晶晶，我觉着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解释清楚。我要不说的话，我这心里边难受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以前有个相亲对象叫李爱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我哥们儿。从第一次跟你见面也是他安排的，让我帮着报复你来着。但是我发誓啊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后面对你也都是真心的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说吧，你接近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，是吗？我没想报复你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就觉着你根本不是李爱宝说的那种人，你们这中间吧，他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你了，也是真心喜欢你了。不管李爱宝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决定我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，好好的对你，真心的跟你在一起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得相信我，要不然我跳进黄浦江我都洗不清了。跳吧，你跳了我就信。不是，我跳没关系，关键你得信我。跳我就信。我跳了，我真跳了。跳啊！我不能跳，我得将功赎罪，我得把咱爸的治疗的费用挣出来，我再跳。你放心，磊磊堂堂7尺男儿，我说到做到。等把你爸的钱凑够了，我跳100回都行。相信我。晶晶，你什么呀？我那说呀！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？有。我爱你。我没听见。我爱你。我没听清。我真的爱你。哎，又在这儿瞎写什么呢？啊？这大写
喜的日子，我必须得给他记下来啊！这什么日子呀？啊？我跟薛晶晶和好了。啊？你跟人家道歉了？啊！而且我还把爱宝的事儿也跟他说清楚了。这你跟人说什么呀？人什么反应？反正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嘛。我说从第一次见他开始，我就不信那是李爱宝说那人。后来对他的喜欢，也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其他目的。就这样。那你俩这算是修得正果。哎呦，那我得好好的恭喜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不过这事儿，天乐哥还真得好好的谢谢你。你说要不是你在背后这么支持我，我俩走不到今天这步。谢谢。哎，还有天乐哥，我跟薛晶晶商量了一下，我俩准备要去云南支教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们俩要结婚呢。去云南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等他爸病好了吧，我们就去。行，我呀提前先祝福你两个永远幸福美满甜蜜啊！谢谢。我先接个电话。你接。哎，奶奶，怎么了？我在店里呢。出什么事了？严重吗？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怎么了？我爸住院了。哎呀，你别转来转去了，我都让你给转晕了。奶奶，哎呦，天乐，你看，不是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突发心脏病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，这不马上就送医院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？他心脏本来就不好，最近公司事儿又多，有几个单子出了问题，他一着急，这不，哎呀，就成这样了。你们谁是林茂华的家属？我们都是。好，那你们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你去吧。哎，好。B 超显示，患者的心脏功能严重衰竭。如果患者的心血管狭窄程度在75%以内，那么可以用药物治疗。但是现在他已经达到80%，所以必须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。心脏搭桥手术听着挺可怕的，医生。其实，这种手术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了，学名叫冠状血管搭桥术。也就是说，在患者冠状动脉狭窄部位近端和远端建立起一个通道，使近处的血液呢绕过狭窄部位，达到远端，从而呢改变远端心肌供血不足的现状。如果手术成功，可以大大的缓解患者的心绞痛，从而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生命。那这个手术不会有问题吧？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那成功率有多少啊？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一般在90%。但是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年岁比较大，又有心脏病史，心肺功能也比较弱，心衰趋势严重，所以风险会更大。那像这种情况，成功率有多少？50%吧。
50%，那这个成功率这么低，我们怎么敢做呀？如果不做，成功率只有0%。行，那我们做。如果我们做的话，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？我们会尽快安排。飞呀，你们呢？现在在上面签个字。天乐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要是想跟我说遗产的事儿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反正你要想怎么样呢，都可以。你的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。今天这个事儿也挺突然的。你爸爸这几天就觉得身体不适，所以我劝他赶紧到医院来。他不愿意，他说年纪大了，最不愿意的就是去医院检查。哎，他上次来找你，是不是让你替他接管公司？对，他找过我，没同意。我建议他呢，就找你。而且你不是一直在乎林太太这个位置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也以为我在乎这个位置，在乎的林太太这个称号。我跟林茂华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充其量跟他只是搭伙过日子。可是直到今天，他突然昏倒了，躺在医院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跟他之间并不是搭伙过日子这么简单。我看他躺在病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害怕他就这么没了。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能跟他说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要这个身份，不要这个位置，我只要我的丈夫健康。天乐，这么多年了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一直在争，直到现在，我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我更加无法停止，因为我要给我肚子里孩子争取的更多，但是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：林茂华是我的丈夫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一离开他，会让他特别痛苦。本来我可以改变这些，但是由于我太自私了，我没有去改变。
天乐，其实当年那场车祸，你爸爸并不是没有救你妈妈，而是当时车身最重的一块车板，同时压着你跟你妈妈。他只能有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。你妈妈当时伤得特别严重，她在几近昏迷的时候，求着你爸爸救你。你说是我妈让我爸救我？让自己在妻子和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，你可想而知。后来，他在最低潮的时候遇到我，而我当时只是一个22岁，刚从外地来上海的小姑娘。我当时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安稳，让我有安全感的家。天乐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我有一天会把这些事告诉你。如果不是他病了，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但是，而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特别的痛。我也不知道的，能不能熬过去了。天乐，他就要做手术了，你们俩能不能把这个坎儿过去？你知道吗？你的和解能给他特别大的信心。天乐，我求你了。你在家呀？一天手机也不开机，我都快报警了呀！你这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爸心脏病犯了，住院了。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呀！去过了，刚刚回来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得做手术，可他年纪大了，风险也大。天乐，你现在必须把过去的事都放下。你爸一定很需要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毕竟是他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今天才知道，
我爸当年没有救我妈，是因为车体太重，压轴了我们2个人。我妈让他先救我。那你现在更应该陪在他的身边呢。人的意志力可以增强他的求生本能，你现在去可以帮助增加他的意志力啊。我今天去看他，他闭着眼睛，人瘦了好多。我突然间意识到，我可能跟他相处不了几天了，也许连话都说不上。我现在想努力的回忆，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，我都想不起来。他等了我这么多年，让我原谅他，可是我连个微笑都没给过他。过去犯的错误已经犯了，别让自己后悔。吃口苹果。去吧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阳痿也不要。我先上外面看看啊。好，没事，放心啊。可乐。对了，有空来了。当年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张小琪告诉你的。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，让我恨你恨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这事儿啊？孩子，我说不出口啊。当年的车祸，我现在一闭眼，历历在目。你妈妈满身是血，你昏迷不醒，我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你妈喘着气，抓着我的手，央求我先救活你。她那种痛苦的样子，触目惊心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能够救活我2个最爱的人。我能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没能救活你妈。我说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我眼前离去。那你也得告诉我呀，我有权利知道这一切。孩子，这次手术我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啊。
有的时候想想，怎么走了也好。可以去找你妈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想她呀，想。告诉你啊，必须熬过去啊！张小琪肚子里的儿子，你还没见过呢。你已经错过一次了，还想错过第2次，当个好父亲吗？还有，你公司啊，等你好了，自己回去管去啊！上上下下好几百口子员工呢，我真管不了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公司的事儿我都打点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啊。你这个心思和志向也都不在这儿。儿子，欠你太多了，我不应该逼你回来。我也没有资格来为你安排未来的前途，我只是对不住你啊，爸。15年了，终于叫我爸啊！好儿子。赶紧好起来，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好儿子。我们在外面等你啊！进去了。大夫，他情况怎么样啊？现在病人还处在昏迷状态，而且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那什么时候能醒啊？啊，这个还很难说，但是请大家放心，他一定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现在茂华病成这样，这以后咱们林家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心都是慌的，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公司的事是一天也不能停啊！我也接到秘书电话了，一大堆的事，还等着做处理呢。可是，妈，我现在怀着孩子，茂华又这样，我真的是力不从心。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你说吧。
咱们让天乐回公司吧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们需要他，这的确是我们现在最合适的选择了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个我也考虑过，但是他自由惯了，突然一大堆事让他处理，他能适应吗？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他是林家的人，自然有这个责任。再说，的确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咱们跟他说说吧。天乐，你看你爸病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天乐，你看现在这个状况，你爸爸在医院需要有人照顾，眼下公司啊也急需有人去管理。奶奶我老了，小琪又是这样的特殊情况，看来接手公司只能靠你啦。不是奶奶，不是我不接啊，是我对公司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我怎么接呀？不给你机会锻炼，你怎么能了解呀？你现在就去接手公司的事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是啊，天乐，要是我没怀孕的话，我就顶上去了。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林家上下几百号人都等着咱呢。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我怕我干不好。天乐，你大胆的去做吧。你爸爸要是醒过来的话，他最着急的肯定也是公司的事啊。你不能让你爸爸不安心。至于做好做不好，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有奶奶这把老骨头给你顶着呢，别怕啊。天乐，没事没事，睡了。给你带了点粥，来，赶紧喝了吧。哎呀，谢谢啊。我那个一会儿再喝。这2天特别累吧？不是，我奶奶非要让我回公司去接我爸的班儿。你爸现在这个样子，确实需要人帮他。可是我没干过呀，心里头没底，怕我失败干不好。怕什么呀？谁没有一开始的时候？一件事儿，只要你去努力去学，肯定能成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鼓励我去？我希望你对自己有些自信心。那你看我一开始我也从来没上过班啊，现在接手不也挺快吗？我觉得，只要你坚持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可是你说，
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企业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，怕我万一失败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不会失败啊！如果你真的不懂，公司还有那么多元老级的员工，可以问他们，他们也能帮你啊。你想一想，有这么多人可以帮助你，其实你自己也并不孤独啊。那行，听你的。为了让我奶奶他们放心，那我就硬着头皮上。加油！我永远支持你。那你自行车店打算怎么办？自行车店先交给磊磊呗，等把公司扶上正轨了再说。进来。林总。哎，那个，你是？我是董事长秘书小美。哦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林总，这是王总的辞职信，让我交给您。他不是公司的元老吗？怎么着，我这刚来他就要辞职？林总，这的确挺棘手的。董事长现在病了。公司上下一片人心惶惶的，王总手下带着一批人，他这次要是走了，估计那批人也不会平静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人事方面肯定又会有大变动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事再叫你。好，我先出去。王叔叔，我今天来，想必您也猜到了是为什么。您能不能看在跟我爸爸同甘共苦的份上，继续留在林氏，帮我们共度难关？啊，天乐啊，按理说我也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公司，但是我有我的难处啊。你看啊，你爸爸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昏迷不醒。林氏公司有很多客户，现在对公司都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危机，他们不相信公司未来的发展。不瞒你说啊，现在有别的公司通过猎头找到了我，让我过去帮他们一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啊。您看，公司呢，是您和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，这里面有您的心血，您就这么忍心看着它垮掉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是那么势利的人。掏一句心窝子的话，就是我还有一口气儿，我肯定会与公司共存亡。毕竟我在这公司也奋斗了10几年，很难放得下呀。但是田乐，我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人，
我儿子大了，要买房子，要结婚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呀。还有那跟着我的10几号人，他们个个都是要吃饭的，他们管我叫大哥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管吗？你能理解我的心思吗？王叔叔，我知道您的压力很大，要照顾那么多的人，我也知道别的公司会给您开出丰厚的条件，但是毕竟林氏是您的家，是您亲手打造的这一切。目前公司碰到了困难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帮我共度这个难关，我保证不会亏待了大家的。我计划拿出林氏10%的股份，根据贡献大小对全体员工进行股权激励，让大家能够跟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，共利双赢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！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，如果人才可以留下，对于公司来说，未来的盈利何止是这些？哎，天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公司卖掉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有很多家公司都有收购的意向。你如果把公司卖了，那你也就少了很多包袱了。王叔叔，您也知道，公司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。换句话说，对他而言，公司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。他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把他一生的心血白白的葬送掉。现在公司有几百号的员工，我爸爸身体好的时候，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家庭情况，甚至生日、孩子考大学，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能够照顾的从来没有落下过。您就这么放心把这几百号的员工一股脑的划给别人吗？我能够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真的要挑起这副担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你要承担难以想象的责任和压力，你要放弃过去所有的自由，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，而且将来会是怎么个样儿，你一点都不知道。万一失败了，你所付出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啊！我知道我担负的这份责任很困难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在质疑我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我一定要保住林氏集团，保住我爸付出的这番心血。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困难，我都会勇敢地向前冲，即便是粉身碎骨，我也毫不在乎，毫不犹豫。等到我爸醒来的那一天，我会自豪地告诉他，我没有把你辛勤的努力葬送在我的手里。只要想到那一天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我都会坚持住。所以王叔叔，我能不能恳求您，和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度这个难关？林氏的发展离不开您，王叔叔，我拜托您了。你们这个设计图呢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我觉得这个项目啊，对我们公司来讲呢比较重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慎重比较好。这图里呢有些问题，我觉得没有能够完全体现我们当时会议上说的那些理念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呢再修改。啊，对，再找设计组商量啊。好嘞，就这样，辛苦啊。好嘞。12莲子汤。哎呦。这是梅大小姐亲自煮的吗？行了，试试怎么样？不错，正宗。有事跟我说吗？没事儿。你工作别太辛苦了，身体受不了，你这样看眼睛也受不了呀。那说我这么累的话，还不说赶紧给朕按摩？真来呀！哎呦，按肩就行了啊。哎呦，舒服。田乐，如果
我是说如果啊，我要跟你结婚，你会怎么想啊？啊？你这算是向我求婚吗？啊？就问问你怎么想嘛。还能怎么想啊？二话不说立马答应啊！像这么好的女孩，还不赶紧娶回家呀？那得娶回家锁在家里头才放心呢。啊？挺大男子主义的。哎，怎么突然间问我这问题呀？没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这酸吗？你妈吓我一跳！不是你这一锤吧，然后再一煮个汤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，要么就是太温柔了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哎呦，刚说完，怎么回事啊？喊什么呀？这按摩得有力道，这要不没用啊！脑袋怎么样啊？哎，不，您太有力道了，有点像上刑这。哎，上刑啊，你这是啊？嘿，怎么按一半就给？挺沉的。哎，行吗？那个挺沉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同意。澳洲这个竞争项目，我已经把优势讲得很清楚了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？田乐，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，但是风险也是很大的。董事会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接手了很多个项目，还都没有收回成本。如果你这个项目一旦竞标成功的话，那我们又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到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项目当中去，这个风险确实很大呀。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吧？在国内现在设计市场已经饱和了，如果我们不尽早的拓开海外市场，不去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形象，我们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是股东们考虑的永远就是眼前利益，他们不会想得很遥远。现在伊利广场这个案子非常稳定，他们当然倾向于去做这种类型的项目了。伊利广场是血拼成本，它的利益已经很薄了，难道我们还要靠着去降低报价来去争得赢的机会吗？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们真的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了。可是澳洲这个项目是我们最好的转型机会，我们不能错过它。我能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想法很好，你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打开国际市场，来提升我们公司的形象和口碑。但是田乐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要做这一切，你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就现在这样的市场情况来看，能够生存下去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了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最后一次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认。田乐，现在我们公司的资金压力非常大，外面也有很多外债没有要回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估计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了。我已经叫孙总到外面去催债了。如果能够把这些外债都能够要回来的话，估计还有希望。让我们再等等消息吧，啊？爸，这么着急是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爸爸就是想问问你。你说。你实话告诉爸爸，你和天乐两个人现在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前段时间，天乐跟我正式表白了。
兰妮啊，有件事情，爸爸得告诉你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其实，咱们家欠的债务里也有林氏公司的。我们家欠天乐的钱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咱们家欠了很多家的债务，除了少宇家的，还有莫哲家的，最大的一笔就是林天乐家的了。那我们欠了多少钱1000万。？1000万？哎，爸，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？我之所以以前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。可是我思考了很久，你还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为好。如果以后天乐知道了，肯定对你产生误会，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一切推到爸爸身上。1000万，我们欠天乐1000万。爸，那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？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跟天乐说？不是，你现在跟他说，那肯定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。哎呀，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都是爸爸不好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爸怎么会欠1000万呢？我看你们俩，感情很好，也是真心相爱。他又向你表白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就更不能告诉他了，而且啊，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赶快跟他结婚。您是让我瞒着他？那天乐知道了以后，肯定觉得我另有目的接触他呀。我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抛开他家世不说，单说他个人，天乐这个人是个好人，是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你们俩在一起，一定会幸福的。这爸爸的最大的心愿也了了。到时候，如果天乐知道，我想他也不会怪罪你。到那时候，说不定还有可能把咱们家的债务给免了呢。孩子，听爸爸的话，你千万不能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爸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你让我再想想。1000万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那个，我不吃饭了，我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先过去一趟啊。别了，弄好吃一口呗。你吃吧，你吃吧啊。哎，不是那，嘿，怎么一脸一样啊？饭也得吃的。行，不吃我一人吃。爸，好，兰妮啊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，还有化妆品。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你给我买什么东西啊还？来，让爸爸好好的看看你。自从咱们家出事以后，我还没仔仔细细的看过我女儿呢。爸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我是看我女儿长大了，高兴。兰妮啊，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，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啊，
这冷啊热什么的，别让爸爸担心。放心吧，我这儿有张银行卡，里面有些钱，你拿着留着用。爸，我现在已经自己工作挣钱了，这个我不能要，你和妈留着用吧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听话。我还有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和天乐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好了，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。爸，我准备把事情都跟他解释清楚，要不然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开心的。爸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坦诚最重要，你说对吗？哎，你呀，真是个傻孩子。爸爸是过来人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呀，就听爸爸的话吧，啊！爸，你今天这么着急，真的没有再出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昨天法院给我发来了传票。他们已经正式起诉你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让法院去判吧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，我倒无所谓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你要能和天乐早一点结婚，爸爸这心也就踏实了。爸，那行，我按您说的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啊。我现在利用林天乐对我的喜欢，我尽早的让他跟我结婚。但这也可能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少宇家的时候他就一直喜欢我，然后我现在又住在他家里，前段时间他还送了我戒指。以林天乐家的财力和我们家的债务，他完全可以减免。以林氏企业的家族力量，可能我们家别的债也许都会得到解决。如果能这样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可是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呀，那我就是骗婚，我就是骗子了，爸爸。就算我们结了婚，也不可能幸福，永远心里都有个坎儿。我不希望我的婚姻，我的感情变得那么的不纯粹。林总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咱们公司的外债记录显示，有3家企业欠我们的款项，其中金额最高的就是梅龙文的企业。另外，我们也查了，梅龙文不只欠我们的钱，还欠其他2家企业，其中以抵押的形式偿还了1家，另外1家还未查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跟天乐结婚，利用他对我的喜爱，也许这段时间不需要花太长。在少宇家的时候他就喜欢我，我们现在又住在一块儿，我们俩结婚了以后，1000万就不需要还了。而且以林氏家族的财力，我们别的债主也许都不需要还了。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正好，我有事儿呢，也想跟你说。你先讲。我爸找我，跟我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债务问题。
还欠了好多家的外债，最大的一笔1000万。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欠谁家的，前段时间我才知道是欠你们家的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不需要你帮我，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接几个大单，还这些钱也不是没有希望的。就凭咱们俩的关系，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吧？我们结婚吧，结了婚就可以把你的债务都免了，这样多好啊！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是这种为了钱跟你在一起的人吗？不是为了钱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不就等着我自己把这话说出来呢吗？我今天都听见了，你跟你爸在楼下说，只要你跟我结婚，欠我们家的钱，我就可以给你免了，还可以利用我们家的财力把你爸欠的其他家的钱都给抹了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！天乐，你听错了，那只是一个假设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告诉我爸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让他放弃这种假设。对，是你听错了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好像是有事情瞒着你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真心坦诚的相对，是不是？坦诚什么？啊？你是坦诚人吗？对，我把之前你跟谭少宇在一起，住在谭少宇家。就是为了让谭少宇免了你家债，不是这样？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我到谭少宇家，我爸在哪我都不知道，我跟他电话联系不上，你现在跟我联系，他电话打不通，我都不知道我爸在哪。直到前段时间我爸才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才跟我说了债务问题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我们家欠了你们家的债，我都不知道我爸欠了谁的债。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爸？我爸就没有跟我联系，就是为了免了你家的钱。前段时间我回你一切都是真的，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杂质，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是骗我的，一切都是骗我的，没有假的，就是骗我，骗我。